2024年4月22号，在美国的援助法案刚刚通过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的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将开启有关安全合作协议的谈判。阿瓦迪夫卡方向，乌军出现重大失误，俄军长驱直入，乌精锐47旅被坑惨。消息很多，我们一件一件聊。4月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媒体上声称，乌克兰与美国将开启安全合作协议谈判。该协议主要内容是为了能够让乌克兰拥有更多的远程武器，从而打击俄罗斯的后勤运输能力，遏制俄军进攻的势头，从而减轻乌军的防御压力。如今，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3年，在这3年的时间里，乌克兰收到了许多国家的全力支持，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波兰、丹麦等等等等。可谓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并且还与多个北约国家签署了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虽然这些协议并非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共同防御协议，但仍旧具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按照协议内容，北约国家将在未来几年内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以及财政方面的支持，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4月21号，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最新批次的军事援助，包括 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款武器最大射程达到了300公里，并且已经在去年时少量交付给了乌克兰一些。双方都认为这款武器投入战场后能够有效提高乌军的作战能力，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乌军使用该导弹打击了俄军的 S-400 基地以及多个重要的军事设施，对俄军的后勤能力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恼羞成怒的俄军也对乌军进行了还击，对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4月22号，泽连斯基与拜登进行电视会面，并向拜登总统详细说明了俄军空袭哈尔科夫的事情。泽连斯基表示，俄军的空袭行动是灾难性的，他们试图摧毁乌军在此处的通讯能力，使得哈尔科夫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为了保护哈尔科夫，乌克兰需要更多的远程武器和至少7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或者其他同等级的防空系统，以及上百万发炮弹。只有得到这些装备，前线的乌克兰士兵才能真正的减少不必要的伤亡。随后，德国副总理罗伯特率团访问了乌克兰，并宣布加强德国和乌克兰为一些基础设施提供长期的支持，加强国防工业等领域的合作。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与罗伯特一同前往乌克兰的还有德国防务巨头戴奥防务公司的 CEO 赫尔穆特·劳奇。他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为乌克兰提供一套 IRIS-T 中程防空系统。该套防空系统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采用红外线制导模式，拥有空对空或者地对空2种型号，也被称为 AIM-2000。当时德国和欧洲多国共同研制开发的，以取代北约国家服役的美制 AIM-9 响尾蛇导弹。同时，这款新型导弹也被要求能与 AIM-9 响尾蛇的发射系统兼容。2005年12月，空对空型号的 IRIS-T 导弹首先完成量产并交付给德国空军，其使用的红外成像智慧制导头以及推力矢量控制技术成为其名字 IRIS-T 的由来。而早些时候德国就宣布将会为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并且直接由德国联邦国防军交付。另外，关于泽连斯基提出的乌克兰需要7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请求，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北约目前正在商讨再向乌克兰提供6套爱国者的计划，算上德国此前提供的1套爱国者，已经基本能够满足泽连斯基的需求了。目前来说整个北约装备了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总数是超过了100套。但比较遗憾的是，各国对防空系统的需求都比较大，并没有多余的库存可以转交给乌克兰。即使是可以转交的防空武器，也早在俄乌战争初期就已经给乌克兰了。比如荷兰装备的4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其中3套都处在部署状态，只有1套用于备用，因此并没有多余的防空系统提供给乌克兰。毕竟北约成员国也需要面临俄罗斯带来的压力，所以德国准备模仿捷克的炮弹联盟，计划组建一个防空联盟，一同为乌克兰寻找并且提供防空系统。
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通过的610亿对乌援助将包括车辆、毒刺防空导弹、陶式和标枪反坦克弹药，以及高机动火炮、火箭系统的其他各式弹药。在首批运抵乌克兰的武器中，还将包括155毫米炮弹和可以立刻部署到战场使用的其他武器。其中部分军事援助将会从德国和波兰的北约武器库内调动，从而缩短了武器装备到达前线所需的时间。自从美国援助开始延迟以来，乌克兰失去了重要的前线城市阿夫迪夫卡和其他定居点，其能源基础设施也因为俄罗斯的袭击而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国际观察家和官员将这些损失直接与火炮和防空弹药短缺联系在了一起，而美国供应的缺乏则加剧了这种情况。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甚至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乌克兰可能会输掉今年的战争。泽连斯基总统表示，美国的援助让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全面战争中获得了胜利的机会。美国国会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法案后，乌克兰方面很有可能获得以下武器，包括急缺的防空系统以及中程导弹和炮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过去1年内遭到了俄罗斯近1200枚导弹和1500多架无人机和8500多枚的制导炸弹的袭击。但随着这批援助陆续抵达，乌军在防空领域必然会有所加强，此类事件呢也会逐渐减少。美国军援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俄军找到并且发动攻击之前，海马斯系统就能够进行迅速的转移。开战2年多时间，俄军呢也才击毁了1次海马斯。美国这次援助大兵预计也会提供更多的海马斯系统，并且可能提供更多的坦克和布莱德利步兵战车。我们再将视角转移到俄乌前线，乌军发生重大失误，导致俄军成功突破。4月16号，俄罗斯通过侦察机和无人机在乌克兰东部顿涅斯克州阿夫季夫卡以西的前线进行监视，观察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奥切列季涅村以东的乌克兰战壕，此前由乌克兰陆军精锐第47机械化旅的士兵驻守，现在已经空无一人了。随后呢，俄罗斯陆军第30摩托化步兵旅抓住这个机会，沿着阿夫迪夫卡以西的铁路狂奔了几英里，一路突入到了奥切列季涅的城区，并且占领了城市南部的部分区域，甚至还占领了奥切列季涅以南的村庄诺沃巴赫穆提夫卡。这是俄罗斯军队这几个月来以最快速度渗透到乌克兰领土，并且有可能摧毁乌克兰在阿夫基夫卡以西的防线。该战线呢已经僵持了几个月了，但这次的事件无疑对乌军战线是巨大的破坏。据报道，奥切列季涅的崩溃并不是第47机械化旅造成的，该旅全面装备了美制武器，奉命从奥切列季涅撤出。在经过1年的战斗部署后呢，准备让他们撤回到后方进行休息和补充。而驻扎在后方的第115机械化旅本应该取代第47机械化旅在奥切列季涅的阵地，以维持阿夫基夫卡以西防线的完整性。但是呢，接替时出现了问题，第115机械化旅的主力部队并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抵达阵地，只有先头部队零散的几十人抵达，导致阵地出现了短暂的空窗期，恰巧又被俄军的无人机侦察到了阵地空虚，于是对乌军阵地就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零散的步兵根本挡不住俄军的攻势，导致发生了大溃败。第47机械化旅连长米克拉·梅尔尼克表示，某些部队就这么失败了。第115机械化旅没能守住防线，让俄罗斯第30摩托化步兵旅进入了奥切列季涅，并且引发了乌克兰总部的恐慌反应。指挥员呢命令疲惫不堪的第47机械化旅立刻掉头返回前线，与第100机械化旅进行反击。第100机械化旅呢是乌军的一支国土防卫旅，相当于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基辅国防部在今年3月下旬才将其升级为现役部队。虽然是从国土防卫转变而来的，但第100机械化旅并不缺乏经验，其大约2000名士兵在战争中参与了多次战斗，甚至参加了最激烈的巴赫穆特战役。该旅最大的问题呢是严重缺乏重型装备，由于乌军武器装备的紧缺，优先供给给较为精锐的第47、72、93机械化旅。
因此第100机械化旅作为一个由国土防卫旅转变而来的部队呢，装备优先级并不高。但无论如何，第115机械化旅的防线被突破后，第100机械化旅使用手中仅有的轻武器奋勇作战，拦截了俄罗斯第30机动步枪旅和俄罗斯第41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当俄军正试图向普罗雷斯村推进，第100机械化旅成功反击，阻止了向普罗雷斯挺进的企图。不过呢，目前还不清楚奥切列季涅及其周边地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乌克兰国防战略中心指出，目前乌克兰军队在该村西部占据着阵地，并对其南部保持火力控制。然而，乌军不得不以相对较弱的旅匆忙投入战斗，这说明乌克兰在阿夫基夫卡以西的后备力量十分匮乏。俄罗斯在阿夫基夫卡周围呢，保留了整个坦克师及第90坦克师。如果第90坦克师攻入奥切列季涅，那么俄罗斯的渗透可能会扩大为全面突破，这可能会迫使数万名乌克兰军队向西撤退到他们的下一道防线。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呢，还是有好消息的。美国批准了对乌克兰的额外援助，几小时后，美国就向乌克兰紧急提供了价值10亿美元的新军火。奥切列季涅周边的乌克兰旅将得到他们需要的所有子弹、炮弹和导弹，尤其是只有装备了轻装备的第100机械化旅。最后，各位认为乌军在装备抵达后能否进行反击？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